间，风雨茫茫，上演着万里独行8000荒浪，踏破轮回傲视战场，战役历练不负山河雄壮，万里独行8000荒浪，踏破轮回傲视战场，战役历练不负山河雄壮，万里独行8000荒浪，踏破轮回傲视战场，战役历练不负山河雄壮。带领幽影族离开。月孤影，你要背叛我族！千年来，幽影族都本本分分做着天妖族的影子，可眼见着天妖族势力越来越大，幽影族得到了什么？我们可以不计较你们将资源倾斜给实力更强大的附属族，但无法容忍当我族前族长鬼影被银虎王斩杀后，你们因为我们拿不出一个紫气星驰境圆满强者，就像垃圾一样将我族抛弃，不闻不问。这样的天妖族，我幽影族有什么留下来的必要？我族决定脱离天妖族，远走海外，不染尘世纷争。你成长很快呀！既然你们视我族如婢女，那我们只能自强。为守护幽影族，我进入幽影洞窟，强冲境界，九死一生，很侥幸。因为银虎王破咒，我成功了。哼！你以为提升修为就可以跟我分庭抗礼了吗？我若不来，直接带着幽影族离开，你会知道吗？我来是告诉少尊，幽影族要走也是光明正大的走，也希望我们的离开能让少尊明白，天妖族为何被那么多附属种族抛弃。是月心妹蛊惑的你？我是明月刺客，他是明月之狐，我们从来不是朋友。我也说过，我会带领幽影族去往海外。告辞。是要撕破脸吗？我幽影族奉陪到底。让他走！少尊，我说让他走！少尊，不能让幽影族离开啊！我们已经失去了4大附属种族，若幽影族再走，对我们打击太重了，不仅会导致军心涣散，甚至还可能动摇少尊之位啊！谁负责给幽影族分配资源的？妖梧桐。难道是妖梧桐私吞了？他是想逼走幽影族，再以此向少尊发难，夺取少尊之位。少尊，我在内政方面还真是一窍不通。父亲不在，我为少尊，却让天妖族最强大的5个种族先后背叛离去，这是我的问题。少尊，这不怪你，是种种原因造成的。这就是我的责任。不过如今我却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人不可能是完美的，有长处就会有短板，而我与银虎王的差距就在对这一点的认知上。银虎王从不参与人族的权力竞争，甚至对权势地位这些一直表现出不屑，这是因为他一早就找准了自己的定位，专注于修炼，通过一场场战斗把自己打造成了人族的精神信仰。他不倒，人族就永远有必胜的信念，哪怕是百族归来，他们仍旧信心十足。而我却被少尊的身份所累，分了心。原来我的天赋其实更胜于他，但如今却只能在其身后苦苦追赶。这都是因为我没有专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，所以我要去修炼，我要变得强大，努力让自己成为天妖族的信仰。姑姑，天妖族就暂时交给你了。少尊要去哪里？我这块骨曾经觉醒的地方，我想那里也许能助我2次觉醒。少尊长大了。果然，这就是太阴神路所说的
星辰凝真，万星闪耀，这可是10000颗星辰呢，要全部凝练为石，还真要耗费些时间。我的极道武神体真的强大了许多，这才只是凝练了1000颗星辰，就增强了这么多。那要是万星的话，岂非能翻数倍？难怪能称为极上级。完整武神体的极限是黑暗星空境，极道武神体的极限最多也只是7彩真武境。太阴神路所言不虚啊！若真能成就无上武神体，怕是真能踏入神境。妖孽，提醒你一下，北望天他们快到了。我感知到了，等下我不叫你，你不要出来参战。我现在手痒得很，要好好过过瘾。我猜的没错，他果然伤重的厉害，逃出来疗伤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他，永除后患。会不会有诈？他既然要疗伤，为何不藏身？早前星光垂降，肯定是疗伤秘法引起的。他应该是知道躲无可躲，索性省了找藏身地的时间。神鹰族背叛人族是私心作祟，自以为1000年前被封印的神鹰族强大，出世后可让他们在玄武世界重新崛起，为此全然不顾当年人族收留他们的恩情。但你们冰鸾族和金甲族又是为何背叛？事到如今，计较原因有什么意义吗？冰鸾族护族神兽冰鸾，本来只是一只具备了些许冰鸾血脉的寒冰雪鸟而已，是我人族武神全力支持，这才使其蜕变成了神兽冰鸾。冰族长就这么绝情的背叛人族，我很不理解。难道是我族哪里亏欠你们了吗？没有。那就是封印下也有你们冰鸾族人，是也在赤霞渊内。一样。难怪古人说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人族是养了一群白眼狼呢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难不成我们就必须永远臣服于人族？神鹰族助我和冰族长开启了黄金神窍，我们自当为族人谋求更好的出路。天妖族和九阳霸刀族的附属种族，何尝不也是这样做的？没有人愿意一直寄人篱下。我金玉瑶要带领金甲族重拾尊严。尊严？当年金甲族被追杀，苦苦哀求我人族收留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尊严？你们如今这样背地里捅刀子，也配说尊严？真是可笑！跟他废什么话？动手！既然走上这条路，就再也无法回头了。故作泰然也没用，你伤得如此重，吓不到我们的。